马上就要到8月27日了，也就是农历7月15中元节。很多朋友一听到这个日子，心里就咯噔一下，觉得这个日子很特殊，很神秘，甚至有点可怕。我告诉你们，完全没有必要害怕。7月15这天虽然有点特殊，但绝对不是什么玄乎的关口，所谓的鬼门开。你把它想成家里来远客了，所有的道理一下就全通了。既然是来客，咱们就要弄清楚，这位客人跟咱们平时家里来的亲戚朋友有什么不一样。这位客人特殊在3个地方。第一，他一年只来这一天；第二，他不进你家的门，就在你家门口吃；第三，他吃完自己就走，不需要你端茶倒水去送客。你们要晓得，你平时家里来贵客，你是不是也得提前去买菜？你是不是得把桌子擦干净？等到人家吃完了，你是不是得把碗筷收拾好？这一天咱们要做的事情跟你平时请客吃饭一模一样，只是客人特殊了一点。这些客人，咱们老祖宗给他们起了个很厚道、很客气的称呼，叫好兄弟，或者叫十方众生。他们是从四面八方路过的，一年就吃这一顿安稳饭。你把他们当成赶远路的客人，心里生出的是什么？是怜悯，是体恤，是一份善意。你带着这份善意去摆这桌饭，你还害怕什么呢？完全不需要害怕。但是请客有请客的规矩，今天我要跟诸位讲的头一条待客规矩，就是这顿饭绝不能留名。什么叫不留名？就是不要报你的姓名，不要报你的住址，不要把你家的底细露出去。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最容易犯糊涂，为什么？因为习惯了。你们平时去庙里拜菩萨、拜神明，扑通一跪，第一句话肯定是菩萨，我是住在哪的某某某，求您保佑我全家平安，对不对？拜神明你要留名，因为那是你在求，你求人家办事，求人家护佑你，你当然得把自己的名字地址报清楚，不然福气怎么落到你头上呢？可是我跟你讲，8月27日这一天，家门口摆的这一桌，不是求，是给。你是主人，你是在布施，你是在行善。佛法里面讲无相布施，什么意思？就是我给你一碗水喝，给你一顿饭吃，我心里干干净净，我不图你报答我，我甚至不需要你知道我是谁，这才是真正的大善。你们想一想生活里的常理，夏天大太阳底下，一个赶路的陌生人渴得嗓子冒烟了，经过你家门口，你端了一碗凉水给他，他喝完了，连声说谢谢，你会不会拉着他的手说，你记住了啊，我叫某某某，我的门牌号是某某号，你以后发达了记得来报答我。你绝对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不合适，也完全没必要。不是说你在防着这个路人，而是因为这件事情本来就不需要牵扯出这么深的交情。同样的道理，这一天你请客，你留了全名，留了详细的家庭住址，这就等于是把一顿随缘的便饭硬生生的变成了一门交情。交情这个东西是需要礼尚往来的，是讲究对等的。可是这门交情你根本担不起，因为你不知道对面路过的是哪一位好兄弟，你不知道他生前经历过什么执念，你不知道他心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怨气和诉求。你把名字和地址交底了，等于向他敞开了你人生的因果大门。老祖宗常常教导我们做好事不留名，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句客套话。我告诉你们，在8月27日这一天，这句话你要字面意思上去执行，一字不差的照办。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宋代的时候，有个姓李的读书人，这个老李啊，寒窗苦读了10几年，
马上就要进京参加科举大考了。可是他这个人心里极其不踏实，总觉得自己学问还不够，又怕考场上运气不好。也是到了咱们说的这个节令，老李心眼一动，觉得这是个机会。他在当地的一个大十字路口花重金摆了一桌极其丰盛的贡品，鸡鸭鱼肉，美酒飘香，这本来也算是一件事实的好事。可是这个老李心思全场偏了，他一边点香，一边大声地在那儿念叨。路过的各路好兄弟听着，在下是某某州某某县的李某某，我祖上3代都是老实人，今天我花了大价钱请你们吃这顿大餐，你们吃了我的饭就得保佑我。我进京赶考的考场在某某号座位，你们千万记得去考场暗中助我一臂之力，让我金榜题名。他把自己的籍贯、名字，甚至考场的座位号全都嚷嚷出去了。他心里美滋滋地想，我这也算是有暗中相助的人了，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这顿饭我可没白请。结果呢，等老李真正坐进了那肃穆的考场里，他的气机和心智已经彻底乱了。考场上多安静啊，大家都埋头写字。突然一阵穿堂风吹过来，哗啦一下把老李桌子上的考卷掀翻了。要是平时捡起来接着写就行了，可是老李当时心里猛地一哆嗦，他心想，哎呀，是不是那天吃了我饭的好兄弟来帮我翻书了？他这一紧张，手心全是冷汗，握着笔直发抖。过了一会儿，隔壁号房的考生可能嗓子不舒服，嗽了2声。老李一听，眼睛瞪得老大，心里又嘀咕，坏了坏了，这肯定是好兄弟在给我发暗号，告诉我这道题该怎么破题。他左顾右盼，心思完全不在文章上了，满脑子都在找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暗中相助。考场上的高压，加上他自己心里装的那些疑神疑鬼的执念，终于把他的神经彻底压垮了。离交卷还有1个时辰，老李突然在考棚里又哭又笑，一把将眼前的考卷撕得粉碎，嘴里还胡言乱语。最后他被监考的衙役当场插了出去，交了白卷，连功名也被革除了。诸位，你们好好想一想这个老李的结局，难道真的是路过的好兄弟去考场上害他了吗？根本不是，害他的是他自己的贪念和那颗不安分的心。他把一场清清静静的布施当成了一场贪得无厌的世俗交易，他把自己的底细报得一清二楚，天天盼着超自然的力量来介入他的人生。这叫什么？这就叫心生则种种魔生。你像一个正在赶路，自己都无依无靠的过客去求功名，这就像你拦住一个要饭的乞丐，非要找他借盘缠一样，不仅求不到，反而把自己的心智搅得天翻地覆。这就是老祖宗说的不守规矩，乱接因果的下场。所以回到咱们现实生活中，8月27日这一天，你们一定要管住自己。有些讲究人家会在门外的贡品上插一面普渡旗，我跟你们讲，旗子上绝不能写你家详细的门牌号，更不能写全家人的生辰八字，写个某氏姓氏或者某某善男信女，这就足够了。你请人吃饭，不需要把门牌号用大字写在桌布上，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常识。还有一条小规矩非常重要，但是很多人平时注意不到，那就是在这一天，不管你是在家门口摆桌子，还是在外面路上走，如果遇到熟人或者要叫自家的亲戚，千万不要扯着嗓子大喊对方的全名。为什么要这样？很简单，人的全名是你身上最清晰的一个身份记号。这一天，外头的大街小巷，处处都是香火，处处都是路过的客人。
在这么一个宾客众多的场合里，你突然一嗓子把自家亲戚的大名喊得震天响，这就等于是你在这群特殊的客人面前重重地给这个名字点了个卯。点名这个动作本身没有错，错在不合场合。这就好比别人家正在办一场非常肃穆的宴席，宾客都在安静地吃饭，你突然跑到人家宴席的正门外，扯着嗓门大喊你家老伴回家收衣服，你觉得这合适吗？这叫不体面，这叫没规矩。老祖宗定下这个规矩，不是教你躲躲藏藏，而是教你在一个人多气场复杂的场合里，懂得把自己的声音收小一点，懂得收敛，这是一个人的教养，也是待客的本分。所以这一天在外头，你要是想叫人用小名用绰号叫一声阿伯、阿姨、老伴儿，或者走近一点拍拍对方的肩膀都行，就是别把全名连名带姓的喊出来。你喊一声小名，比你扯着嗓子喊全名要周到得多，也安全得多。这也是在护着你家里人的气场。你们把这头一条规矩听进去了，门牌收好了，名字藏住了，这顿饭的基调就定稳了。可是光是不说名字还远远不够，有些话你们平时挂在嘴边，说着最顺口，甚至觉得是极有礼貌的好话，但在这一天，只要这句话一说出口，整件事情的味道就全变了。而且我敢说，这第二条关于嘴巴的规矩，10家里面至少有8家都在犯错，错得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平常人过日子讲礼貌讲客套，那是人情世故，可是你把这套人间的虚客套，甚至把人间的贪念用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用在门口这一桌上，那就是在给自己找大麻烦。很多人一端起香，嘴巴就闲不住了。平时拜神明的时候习惯了求发财，到了今天拜门口还是顺嘴就求保佑我发大财啊，保佑我炒股赚钱啊。你们要晓得，坐在你家神龛上的是神明，人家坐镇一方，有那个福报，有那个能耐去护佑你。可是今天过路的客人是谁？是一群在路上奔波没有归宿的十方众生。这就好比你今天在家里大摆宴席请客，人家客人刚落座，筷子还没动，你马上凑过去，从怀里掏出一份合同，说吃了我的饭，你得保证我今年生意兴隆赚大钱啊。你想想看，那客人听了心里是个什么感觉？这不是请客，这是在逼着人家谈生意。更何况人家在路上赶远路，自己连个安稳的归宿都没有，兜里比脸还干净。你像一个赶路的穷苦人去借盘缠求富贵，这不是人家不肯给你，是人家也没有啊，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所以这一顿饭席间绝对不能谈生意，嘴巴里绝对不能许愿，不能求财。你一开口求，就把这顿纯粹的布施、纯粹的静心变成了有条件的交易。这个交易做不成，反而让彼此的气场都变得很别扭。你心里只放一件事，今天就是尽一份心，别的什么都不想，不去攀缘，这一桌就干干净净了。但是比求财更要命的是那些平时说的最顺口的客套话，明年见啊，今年没准备好，明年我多准备一点大桌的。这种话你们逢年过节送亲戚朋友出门的时候，是不是经常说在咱们阳间？这是虚的，亲戚听了心里也知道你是在客气，谁也不会真的赖在你家不走，或者明年准时拿个大碗来找你。但是我告诉你们，在这个特定的日子，在门口这一桌前，这些话一句都不能说。你以为你是客气，可是在那个看不见的层面，你说的每一句话对方都会当真。佛法讲得很清楚，语业有灵，
你嘴巴里讲出去的话，只要带上了你的念头，就成了一股力量，这就叫语业。你把虚的客气话说出去了，你的潜意识就会全盘接下这个重担，最后压垮的是你自己的气机。前几年台北有位老安弟，人特别好，心地极善，可就是平时太爱操心，喜欢大包大揽。有一年7月半，他傍晚在自家老房子的骑楼底下摆桌子拜拜，看着那香烧得特别快，老太太心里一软，母性泛滥了。她收拾桌子的时候，顺嘴就对着外面客套了一句：好兄弟，慢慢吃啊，如果不够吃，晚上再来找我拿啊。哎呀，这句话一出去，麻烦就跟着来了。他以为自己是大方，是行善，可是到了当天晚上，这句话直接成了他心里的魔障。夜里1点多，老安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老房子嘛，水管子老化，半夜突然咕噜响了一声，老安弟浑身一个激灵，冷汗唰的就下来了。他心想，坏了，是不是真有人来找我要水喝了？过了一会儿，楼上不知道谁拉了一下椅子，木地板吱呀一声，他吓得猛地坐起来，死死盯着卧室的门缝，总觉得门外头站满了人，都在等他给兑现承诺。就这么一句顺口的客套话，折腾了他整整1个月，天天晚上失眠，闭上眼睛就觉得床边有人，人瘦了10几斤，眼窝都深了，脾气也变得极其古怪。去医院看，医生说是神经衰弱，开了一堆安药，吃了药也是半梦半醒。有一次精神恍惚，他在厨房里炖汤，连瓦斯都忘了关，就回屋躺下了。火苗子窜得老高，差点把房子给点了。幸亏家里人回来发现得早。你说这是被什么外面的东西缠上了吗？根本不是。后来家里人实在没办法，请了一位懂行的长辈来看。长辈听他把那天白白的过程原原本本说了一遍，一拍大腿说，糊涂啊，哪里有什么东西来找你，是你自己的心接下了一个根本还不清的债。长辈是怎么教他的？长辈没有让他去搞什么复杂的法事，就让他在当天傍晚重新走到骑楼那个摆桌子的位置，什么也不用点，什么也不用摆，就在那儿站定，心里干干净净地默念一句话。那句话收回，今天我已经静心了，背的都在这儿了，各自安好，就这么简单。一个念头转过来了，当晚这位老安弟倒头就睡，打呼噜打得震天响，再也没有听见什么水管响，椅子响，什么事都没有了。你们看看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心生则种种魔生，没有人逼他，是他自己那句虚伪的客套话被潜意识当成了铁打的承诺。你承诺了又不知道怎么兑现，你的气机就不顺，你的心就发虚，最后生生把自己的身体和家运给拖垮了。所以在这一天说话有个总规矩，把话说完在今天，今天准备的东西都在这里了，说到这里为止，绝不提明天，绝不提以后。你要是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就把嘴巴闭上。我跟你讲，这一天闭着嘴安安静静摆一桌，比你说错100句废话强得多。除了不乱许诺，咱们对客人的称呼也要对，你怎么叫他，就是心里把他摆在什么位置上。老祖宗定下来的称呼叫好兄弟，或者叫十方众生。你们仔细品品这2个词背后的智慧。什么叫好兄弟？这是把对方当成平辈。我们平辈之间交往最舒服最干净的状态是什么？是不高攀也不轻慢。我今天请你吃顿饭，吃完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咱们来去都有分寸。那什么叫十方众生呢？十方也就是从无量无边的四面八方来的。众生这两个字，佛法里讲得很清楚，凡是具有生命有情识的，大到天上飞的，小到地上跑的，甚至包括那些在六道里飘荡暂时没有归宿的生命，全都统称为众生。你嘴里一叫出十方众生这四个字，你心里的那份悲悯，那份体恤，自然而然就生出来了。你想想，天地之间，大家都在这个大化里头流转，谁没有个艰难的时候？人家从十方而来，在路上孤苦伶仃，你在这里摆一桌饭，叫一声十方众生，没有分别心，没有嫌弃，就是平平等等的请大家吃顿安稳饭。你的称呼一变，你的心就变了，你的心一变正了，你摆桌子点香的手都是稳当的。这叫先用嘴上的称呼摆正自己心里的位置。你要是心里带着嫌弃，带着极其害怕的恐惧，嘀咕着别的东西去摆这一桌，那你手上的动作就是僵硬的。老人家都知道，办事最怕心不正，心正了，一切麻烦都找不到你头上。最后跟着这张嘴巴来的，还有咱们的举止行为。在门口这一桌前，绝不能嬉笑打闹，大声喧哗，更不能拿着手机到处乱拍照。很多年轻人不懂事，在旁边一边拜一边嘻嘻哈哈。我告诉你们，这一条根本不需要去讲什么高深的玄理，这就是最基本最实在的人情世故。你想想看，你家里来了客人，客人在那儿低头吃饭，你在旁边大呼小叫，打打闹闹，或者你觉得这桌子贡品摆得挺好看，掏出手机对着客人的饭碗一顿狂拍。换作是你坐在那里吃饭，你心里舒服吗？你那筷子还好意思动吗？这不叫热情，这叫不体面，这叫没规矩。规矩从来不是拿来吓唬人的，规矩就是把人放在心上，将心比心。家这就是咱们文化里最正统的家教和敬畏心。话要是说对了，心里安静了，这待客的礼数就成了一半。接下来就是看你这桌子怎么摆。第三条规矩是最多人做错的，而且错得最不自知。错在哪儿呢？错在他一片好心，竟然把门外的客请进了屋里。你们要晓得，门这样东西在咱们老祖宗的规矩里，它从来就不只是一块木板，一道防盗网那么简单。门是一道结界，门槛里面是自家的内宅，是阳宅的生气，门槛外面是过往的十字街头，是路上的天地，一步之隔，主客分明，内外有别。这一天咱们请的是路上的客，既然是路上的客，就应该在路上招待。你把桌子摆在家门口，朝着屋外或者朝着马路，这个摆法本身就是一句无声的交代。我在这儿迎各位，饭菜备好了，您吃完好走不送。人家一看这架势，规规矩矩吃完，绝不会逾越。可是很多人心里犯了糊涂，有的老人家觉得外头太阳太毒了，或者刚好碰到下雨，心一软，觉得哎呀，让客人在外头淋雨暴晒多可怜，干脆把供桌搬进了客厅。还有现在很多住电梯公寓的年轻人，觉得门口是公共走道，摆个桌子怕邻居有意见，图省事，顺手就把供桌摆到了自家的景观阳台上。我告诉你们，只要这桌子一进屋，一上阳台，意思就全变了。这就等于是你大开中门，对人家说，外头风大，请进屋里坐，慢慢吃。中华文化的礼数里，把过路的客请进内宅，那是留宿的意思。你请人家进来，人家进来了，吃完了，觉得你家挺舒服，不走了，你怎么办？这不是防着谁，
这是把话没说清楚，把界限给搞乱了。老祖宗讲究的世间法，位置说话，比你嘴巴说话还要算数。我给你们讲个历史上的事。宋朝的时候，临安府，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有个姓王的绸缎商。这一年7月半，赶上江南下大暴雨，外头的青石板路上全是烂泥巴和积水。王老板是个极爱干净又有点傲气的人，他穿着一身刚做好的名贵绸缎衣裳，走到大门口一看，皱起了眉头。他对底下的伙计摆摆手，指着2楼说，外头这没法站人去，把供桌搬到咱们2楼的木回廊上去，咱们就在楼上拜。伙计一听吓了一跳，赶紧劝掌柜的，老规矩，这事儿得在门外接地气的地方办，搬到内宅2楼，这不合规矩啊。王老板一瞪眼骂道，糊涂，做善事，心到神知，我好吃好喝的供着，摆在1楼和摆在2楼有什么分别？赶紧搬。伙计没办法，只好把香炉、蜡烛、一桌子好酒好肉全搬到了2楼的回廊上。王老板站在回廊上，觉得视野开阔，下面风雨大作，自己身上一点泥水都没沾，心里还挺得意，觉得自己这叫变通。结果呢，香刚点上，蜡烛刚燃起来，2楼那是迎风口啊，一阵斜风猛地穿堂刮过来，啪的一声，把供桌上的大红蜡烛直接吹倒了。那蜡烛火苗子不偏不倚，正好掉在旁边堆放的一批极干燥的生丝绸缎上，火星子一见绸缎，轰的一下就窜起来了。宋代的房子全木结构，那火势一旦起来，根本扑不灭，伙计们乱作一团。王老板吓得连滚带爬逃下楼，就这一炷香的功夫，火烧连营，不仅他自家那栋气派的绸缎庄烧成了一片废墟，还连累了左右两边的几家商铺。后来官府来查，不仅让他赔得倾家荡产，还把他抓进大牢里，结结实实关了半年。诸位，你们想想看，王老板这场大祸是因为路过的好兄弟上去放火报复他吗？根本不是。这就是老祖宗反复强调的，该在门外办的事，你非要办进屋，你乱了位置，就是乱了阴阳气机，更是乱了世间最实在的安全常识。你不懂敬畏大自然烽火的规律，为了贪图自己安逸，打破了内外空间的界限，现实的灾祸立刻就来教你做人。所以住公寓的朋友，我宁可劝你麻烦一点，跟同楼层的邻居客客气气商量一下，或者干脆端到楼下小区外面的空地上去拜，也千万别图省事摆在自家的阳台上。位置对了，这顿饭才吃得安稳，摆对了位置，咱们还得卡准时辰。这一桌子菜，什么时间摆，什么时间收，里面全是讲究，老规矩定得死死的，必须在下午1点之后到傍晚5点之间办。而且最要紧的一句话是，太阳下山之前必须全部收完。这个道理很简单，跟咱们平时请人吃饭是一模一样的。你请客，中午12点大日头正毒的时候开席，客人顶着烈日，谁愿意来？可是你如果等到天彻底黑透了，晚上8、9点再摆，人家吃完了，连末班车都赶不上了，怎么赶路？下午1点到5点，这个时辰选得极妙。这个时候日头已经偏西了，阳气没那么盛了，客人刚好能到，而太阳又还没落山，天还有亮光，人家吃完了还能接着赶路。所以你不用纠结到底是2点拜好还是3点拜好，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那条底线是绝对不能拖到天黑。有些上班的年轻人说，我下午要上班，实在抽不开身，我晚上7、8点下班回来，
借着路灯摆一桌行不行？我告诉你，不行。别的心意都能通融，唯独这时辰通融不了。心意没尽到，可以补，时辰错过了，契机就变了，补不回来。你要是实在没空，就提前托家里的老人办，或者自己宁可少买2样贡品，趁着天亮赶紧办完，也绝对不能拖到掌灯时分。伴随着这个时辰还有2个手上的动作，你们一定要管住自己。第一个动作，绝不放鞭炮。很多老人家遇到年节，遇到祭祀，总觉得不点一挂鞭炮，这事儿就不够热闹，就不够隆重。可是你别忘了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放鞭炮，那是办喜事昭告士林用的，声音又大又炸。今天你在家门口摆一桌请客，要的是安静安稳。你试想一下，客人刚走到桌边，刚端起碗，你突然在人家耳边噼里啪啦点了一挂大地红，这叫什么？这不叫热情，这在民间俗话里叫诈客，等于是你一边端菜，一边拿个大扫把赶人走，声音一响，客人全吓跑了。你前面辛辛苦苦准备的那一桌子菜，等于全白摆了。第二个动作是拜完之后，香一旦烧得差不多了，立刻把桌子收了，绝不久留。有人觉得饭菜在外面多摆一会儿，显得自己大方，这大半个下午，香都烧完2轮了，供桌还摆在那里，全家人就在屋里看电视去了，这也是大错特错。收桌子这个动作看着只是搞卫生，但在世间法的规矩里，这是主人在画句号。你把桌子一撤，等于明明白白地告诉外面，今天的席散了，各位慢走，这趟到此为止。你的桌子一直摆在那儿不收，门就一直敞着，席就一直没散。而且咱们往最实在的物理常识上去想，8月底的天气依然很闷热，你那一桌子煮熟的鸡鸭鱼肉，在外面风吹日晒搁上大半个下午，早就变味收掉了，等你晚上收回来，一家人吃了拉肚子，这能怪谁？老祖宗定下的规矩从来不是空中楼阁，里面装的全是不浪费东西，不糟蹋粮食的实在道理。所以关于桌子这一条，你们就记住9个字：摆得稳，办得静，收得快。地方对了，时辰对了，收得也及时，这请客的架势算是端住了。可是有一件事最要紧，我现在要是不把它讲透，你前面哪怕花了几千块钱，摆了满满一长条桌子的山珍海味，多半也是白摆的。我这么说绝对不是吓唬诸位，因为这第4条规矩，10家人里面至少有9家人都在做错，而且做错的人往往还是最舍得花钱，最想把事情办得体面的那一批人。到底是什么事呢？我告诉你们，就是你们摆在桌子上的贡品。很多人觉得请客嘛，排场一定要大，东西一定要多。这几年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去超市买贡品都是一整箱一整箱的买，甚至那饮料也是一打一打裹着厚厚的塑料膜，直接原封不动地往桌子上一堆，看着真是阔气。满满当当一大桌，然后呢，主人家拿出一支香，往那个硬纸壳箱子外面一插，或者往塑料包装袋的缝隙里一别，这就觉得拜完了，心意尽到了。我跟你们讲，这是今天最实在的一条规矩，也是最可惜的一个错误。你这么干，等于前面买东西花的钱全白花了。你想想看，你请家里的长辈或者贵客吃饭，你从饭店里端回一盘上好的佛跳墙，连着那个厚厚的砂锅盖子一起端上桌，直到客人吃完要走了，你都没有把那个盖子揭开，客人坐在那里干瞪眼，闻也闻不到，吃也吃不着。不是人家不领你的情，是人家根本够不着啊。你花了钱
买了东西，摆了一大桌，就差撕开那道封口，结果你的心意全被那层纸壳子、那层塑料袋给挡在了外面。我认识一个做生意的大老板，人很慷慨。有一年7月半，他为了图吉利，也是为了彰显自己大方，在公司门口摆了10几米长的供桌，上面全是沉香的进口水果，沉香的高级糕点，连包装用的塑封袋都没剪断，就在每个大箱子外面插了一支香。结果那一年他总觉得心里闷，生意上也处处觉得别人在隔着一层跟他打交道，谈好的项目临门一脚总是不成。后来他来问我，我一听他摆桌子的经过就笑了。我说，你请客吃饭不给人揭锅盖，人家看着你那一箱子东西一口都吃不到，你这不叫请客，你这叫残忍。你对别人隔着一层厚厚的纸箱子，别人回报你的契机自然也是隔着一层防备。所以这一天你走到门口那一桌前面，先要做的动作绝对不是急着点火插香，你先要干什么？才把整箱的盖子打开，把整袋的封口撕开，把整串包装的饮料解开，让里面的东西露出来。这一个动作花不了你3分钟的时间，可它直接决定了你今天这份心意到底有没有真真切切的递到客人的手上。东西拆开之后，接下来就是插香。老规矩讲究，每一道贡品上面都要各插一支香，而且这香的是斜着插，不能笔直的插。为什么要每一道菜都插？你们要晓得，这一支香就是你心意的一个引子，是沟通的一座桥梁。你桌子上摆了8样菜10样点心，看着极其丰盛，可如果你只在桌子最中间的大碗里插了一支香，那你的心意就只跟着那一支香走，等于你摆了一大桌，最后真正递出去的只有中间那一样东西，其余的人家根本收不到。老祖宗要求一样一支香，就是让每一样贡品都有它自己的影子落到实处。至于为什么要斜着插，这里面大有学问。咱们平时在家里拜神明拜菩萨，香炉里的香是不是都插的笔管条直？直插那是供在自家堂前，意思是正气凛然，气机是往上走的。可是今天咱们是在门口招待路过的客人，你把香斜着插，香头是朝外的，朝外就是朝着门外的马路，朝着那些路过的十方众生方向稍微差这么一点点，里面的意思就差了108000里。斜插朝外，等于你双手把东西往前递了一步，说这是给各位预备的，这就叫细节里见真诚。你把这2点做到了，哪怕你只买得起4个包子4碗白饭，你一样各插一支香，也胜过那些摆了10箱名贵糕点却连包装都不拆的人办事办得清楚明白，永远比办得铺张阔气要紧。讲到插香，咱们就必须提用来插香的香炉。我常常讲，世间万物各归各位，千万不能乱套。这一天在门口插香，必须自己临时做一个米炉，绝对不能把你家神桌上拜过神明拜过祖先的那只香炉端出来用。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家里供神明的那只铜香炉瓷香炉是有主人的，里面积攒的香灰是你这几年10几年初一15一炉一炉攒下来的，那一炉子的清净香火是专供神明这一处的。今天你在家门口摆这一桌，请的是路上的客，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回事就该另起一个炉灶。有的人图省事，想着哎呀就用一下，用完我再洗干净端回去不就行了？
我告诉你，端出去容易，你再端回来，那气场就彻底说不清了。神明是清净高维的能量，过路客是世俗的悲苦气场。你让一个炉子供两处，这就好比你让同一个人既去庙里当和尚，又去十字街头当更夫，最后的结果是两边都不落实，两边都觉得你不懂规矩，对两边都不敬重。临时做一个米炉有多简单呢？随手拿一个干净的塑料杯或者废弃的圆筒，在外面拿一张红纸糊一圈，里面倒满自家吃的白米，压实了，这就是一个极好的干干净净的米炉，香就稳稳当当插在白米里。拜完了，这个米杯子连同红纸直接处理掉，绝不带回内宅。你看，花2分钟就能做到各归各位，干干净净，何必去贪图那个省事，把家宅的气机搞乱呢？家里门口的桌子摆对了，这待客的心意到这里就算办得很周全了。可是这并不代表今天这一关你就彻底过了，因为到了这一天，你总要出门去买菜，去倒垃圾，去散步吧。只要你迈出了家门，走在了大街上，那规矩可就不是你家门里的规矩了。马路上、树底下、十字路口，多的是别人家在办的事情。你要是脚下没个轻重，眼睛不往下看，很容易就会给自己惹上一身说不清的麻烦。这第5条规矩讲的就是你在别人家的席面跟前该怎么走路，该怎么做人。你走在街上，眼睛要比平时多往下看一点，看到地上有还没画干净的纸钱，有燃着香的灰烬，哪怕是一堆黑乎乎的印子，你稍微侧一下身绕过去，千万别一脚踩上去。很多人觉得那些冥纸烧完了就是一堆垃圾，一阵风就吹散了，踩一脚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告诉你们，这个动作最伤人，也最失礼。为什么？咱们换位思考一下，你把那堆灰当成垃圾，可是在那个蹲在路边一边烧纸一边抹眼泪的老人家眼里，那是什么？那是他给早走的爹娘，给相伴了一辈子的老伴送去的一份心意，那是人家心里几十年都放不下的一点牵挂。人家在那儿恭恭敬敬的递东西，你走过去不管不顾的一脚踩在人家的心意上，你觉得这合适吗？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别人家办喜事，大门口铺着红地毯，你能因为图自己走路省事，故意踩着一脚烂泥巴从红毯上趟过去吗？你肯定不会，因为你懂得体面，懂得尊重，所以不踩冥纸，不是忌讳踩了会招惹什么晦气，而是因为那不是你的东西，那是别人的深情。这一步绕过去，就是你对世间苦难的一份悲悯。除了地上的纸不能踩，这路上还有一样东西绝对不能碰，那就是路边来路不明的财物。在8月27日这几天，如果你在路上走，忽然看到路边花坛角落里有个红包，或者几枚锃亮的硬币，甚至是一把崭新的雨伞，一条看着挺漂亮的手串，千万别弯腰，多看一眼就走开，千万别觉得白捡的便宜不占白不占。佛法讲得很清楚，万法皆是因缘，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白来的东西。平时日子里咱们还讲究个无功不受禄，更何况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你要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丢在路边的红包财物，绝大多数不是人家不小心掉的，而是人家特意放在那里的。放的人心里都藏着一件事，他把心里的那件事，那个诉求，或者是某一种灾厄托付在了那个物件上。你弯下腰高高兴兴地捡回家，你以为你捡了漏，其实你是把人家心里那句话，那个重担连同因果一起接了过来。你接了就得应承，可是最可怕的是，
你连人家求的是什么事，是谁的事，惹了多大的麻烦，你通通不知道。这就叫结了不明不白的因果。台中有位退休的阿伯，这阿伯平时挺节俭，就是有个毛病，爱贪小便宜。有一年到了这个节令的傍晚，他吃完饭出门散步，走到小区外头一棵大榕树下，看到地上有一堆烧完的纸钱灰，灰旁边板板正正地放着一把崭新的黑伞，连包装的塑料膜都没撕。阿伯四下看看没人，心里就开始盘算了，哎呀，这么好的一把伞丢在路边多可惜，八成是谁拜拜完忘拿了，刚好家里缺把伞，我不捡也是被清洁工扫走。他喜滋滋地走过去，一把将那把黑伞拎起来带回了家。可是打从他拎着伞跨进家门的那一刻起，不对劲了，阿伯就觉得自己的两个肩膀沉得像灌了铅一样，就像是两边肩膀上各扛了一袋50斤的大米。到了晚上睡觉，脖子僵硬得像块木板，连翻个身都疼得出冷汗。第二天一早，家里人赶紧带他去医院拍片子，医生看了半天，说骨头没问题，肌肉也没有拉伤，啥毛病查不出来。可是阿伯就是觉得重，觉得背上压着个喘不过气的东西，因为身体难受，他的脾气变得极其暴躁。老伴问他中午想吃什么，他抓起茶杯就摔，家里本来和和气气的，被他搞得鸡飞狗跳，乌烟瘴气。后来老伴实在受不了了，觉得这病来得蹊跷，就去请了一位同宗的长辈来看看。这位长辈肚子里是有真学问的，懂老祖宗的理气。长辈一进门四处看了一眼，目光最后落在了门背后的那把崭新的黑伞上。长辈走过去摸了摸伞，叹了口气，回头指着阿伯说，糊涂啊，你连这东西都敢往家里拿。阿伯还不服气，梗着脖子说，我在路边捡的，又没偷没抢。长辈摇摇头，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以为你捡的是便宜，那是人家放在路口给先人遮阴用的伞，人家心里有多大的哀思，多重的寄托，全挂在那把伞上。你倒好，为了省几十块钱，把人家这份放不下的重担，人家的悲苦深深地扛在了你自己的肩膀上。你平白无故占了天大的便宜，你的心虚不虚？你的气机能顺吗？你的背能不重吗？长辈这几句话像刀子一样扎进阿伯的心里。阿伯听完出了一身冷汗，那种因为贪心而生出的理直气壮瞬间就垮了。他终于明白自己接了一个根本扛不起的包袱，长辈让他立刻把伞拿回去，怎么拿来的就怎么放回那棵树底下。放下的同时恭恭敬敬地鞠个躬，心里默默道个歉，说一句对不住，老头子我不懂规矩，东西还给您。阿伯照做了。说来也怪，就在他把伞放下转过身往回走的那一瞬间，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浊气，心里那块大石头咚的一声落了地，两个原本僵硬无比的肩膀一下子就松快了。回家再看老伴也顺眼了，赶紧赔不是，一家人这才安稳下来。你们仔细想想这个故事，难道真的是有什么脏东西在阿伯的脖子上吗？不是的，这就是我常讲的万法唯心造。你贪了不该贪的便宜，拿了不义之物，你的潜意识里其实知道那是别人的哀思，这股亏心的负能量一旦进入你的气场，立刻就会破坏你的心理平衡，进而反映在你的身体上，让你觉得沉重、生病、暴躁，最后把家运都给连累了。这就是因缘果报，现世现报，丝毫不爽。所以白来的东西千万不要碰，你不缺那一点，可你真的担不起那份不明不白。再接着往下说，你在路上走，
要是看到有人在路口烧纸，有时候你会发现人家会在地上先用粉笔或者草木灰画一个大圈，然后在圈里面烧。你要是碰到这个圈，记住脚步稍微软一点，从旁边绕过去，千万不要不知深浅的直接从那个圈上趟过去。那个圈是什么？那是一句无声的话，画圈的人是在告诉天地四方，这个圈里面是我家的地界，我在办我家的私事，请诸位不要打扰，你路过的时候自觉地绕开。这就是你回给人家的一句无声的话，我懂规矩，我绝不打扰，这就叫默契，这叫极高的教养。有些年轻人不懂事，看到别人在路边烧纸，不仅不绕开，还像看热闹一样围上去，甚至掏出手机对着人家的火盆，对着人家的脸一顿拍。你想想看，人家正满心伤感的在跟地下的爹娘说悄悄话，你站在旁边举着手机像看猴戏一样拍，这缺不缺德？所以看到别人办事不围观，不触碰，不拿脚去拨弄人家的火堆，悄悄的来，悄悄的过，这就是你在为自己积德。最后到了天黑以后，这条路上的规矩就更实在了。这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出门，如果走到那些偏僻的地方，比如地下通道、没路灯的巷子、空旷的小公园，记住3件事：不吹口哨，不哼歌。有的人一听马上就往玄乎的地方想，觉得是不是吹口哨会招来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我告诉你们，老祖宗定下这个规矩，护的是你自己，也是别人的心安。你们动脑筋想一想，这一天晚上马路上走来走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多半是刚刚在路口给先人烧完纸，或者刚在家门口拜完的街坊邻居，对不对？在这个日子里，不管是老是少，大家的心里都有一种敬畏感，甚至有的人心里正空落落地惦记着已故的亲人，神经本来就绷得很紧，心里发沉。你想想看，在这么一个安静偏僻气氛有些凝重的环境里，走在你前面的一位老奶奶正低着头满怀心事地往家走，你走在后面，突然嘘第一声吹起了一个极其响亮极其尖锐的口哨，那哨声在空荡荡的巷子里一回荡，前面那个老奶奶当场就能被你吓出病来。你看，最先吓着的根本不是什么好兄弟，而是走在你前后的活人，这就叫不懂体恤别人。在别人心里正脆弱，环境正敏感的时候，你弄出突兀的动静，这就是在给人添堵。所以这路上的规矩说到底就一句话，天黑了早点回家，走亮堂的那一边，把自己的声音收一收，把好奇心收一收，这跟平常咱们做人做事守本分知进退完全是一回事。听到这里，我估计有的朋友心里要咯噔一下了，哎呀坏了，你讲的这5条我好像都犯了，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要倒大霉了？别急，大家心千万别乱，我今天坐在这里给你们讲规矩，绝不是为了给你们心里添堵，更不是为了制造恐慌。老祖宗的学问从来都是圆融的，有破必有立。前面我跟你们讲的是怎么才算办得周全，只要你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那么那些已经办错的没做周全的全都有得补。怎么补救呢？我给你们一样一样的捋清楚，你们要晓得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世间所有的补救其实都在你当下的那一念之间。如果你在前面拜的时候心里一紧张，顺嘴就把自己全家人的名字门牌号全都当成底细给报出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心里发毛，怎么办？不要慌，不需要你再去买一桌贡品重新拜，
也不需要你找法师去做法事，你只要在收桌子的时候，在心里清清静静地默念一句，今天这一顿纯粹是静个心，别无他意，就这一句话就能把你刚才结下的那点牵扯给斩断，你的心念一转，交情就散了。如果刚才送客的时候，你那句明年见不要走，不够晚上再来找我，已经顺着嘴巴吐露出去了，怎么办？这个补救更简单，你当场或者马上走到门口，轻轻地接上一句话，你说今天背的全都在这儿了，把前面那句虚套的话结结实实地盖过去。说完这句，闭上嘴，转身进屋，绝不再多说一个字，这就叫把话收回来。要是你这会儿正听着我说，突然一拍大腿，哎呀，我家桌子已经摆在客厅里了，或者摆在公寓阳台上了，香正烧着呢，怎么办？我告诉你，马上撤，不要管什么正在吃不能动的说法，那是迷信。你现在立刻马上把桌子端到大门外面去，哪怕放在走廊角落里，端出去之后，把你家客厅的窗户全都打开，通通风，把家里的灯全都打开，照得亮亮堂堂的，把那股因为主客不分而引进来的志气给冲散。到了明年，老老实实改到大门口去拜。要是你听到第4条规矩才反应过来，坏了，我那一箱子饮料，那一整袋子饼干，连外面的大包装纸箱都没拆，就这么直接插上香了，是不是全白办了？也别急，现在就拆。你走过去，把那层阻挡心意的纸壳子、塑料袋当场撕开，拆开以后，不用你重新摆一桌，也不用重头来一遍，你只需要拿几支新香，给拆开的每一样贡品重新插上一支香，这就行了。这就等于你端着菜上了桌，刚才忘了揭盖子，现在想起来，赶紧把锅盖掀开，一点都不晚。还有图省事的，把家里神桌上拜菩萨、拜祖先的香炉给端到了门外，两头不讨好，怎么办？香烧完之后，你拿块干净的布，把那个炉子外表擦得干干净净、恭恭敬敬地放回家里的神桌上，这就行了。千万别因为觉得弄脏了就随便给扔掉。到了明年，记住找个塑料杯子贴一圈红纸，装满白米，另做一个干干净净的米炉。至于那些管不住自己的手，捡了路边不明不白的红包或者首饰的，我告诉你，这东西绝不能带进卧室。如果你已经糊里糊涂带回家了，趁着天亮赶紧拿出去，找个十字路口或者大树底下轻轻放下，放下就转身走人，什么都不用解释，什么都不用说。那些因为走路不小心踩了别人烧的冥纸，或者好奇围观了地圈的朋友，心里更不用挂碍。你在心里默默说一声对不住，无心之过，这事儿就翻篇了。这一条最不必挂心，因为你是无心的，无心就不结死局。你看这5条规矩，条条都有得补，而且全都是顺手就能补上的动作。只要你懂得规矩，守住本分，天地自然会给你留退路。为了让大家以后每年到了这一天心里都有个底，再也不慌乱，我把这一整天该做的事情按着时间顺序给你们从早到晚清清楚楚地盘一遍，你们就把这个当成一个过日子的操作指南，照着做，保准你这一天办得干干净净、顺顺当当。第一步，上午的时候你把要用的贡品买齐，回到家第一件事不是往桌子上堆，而是先动手拆封，把整箱的盖子打开，整袋的塑料膜撕掉，整串的东西解开，把心意先亮出来。第二步，趁着闲暇花2分钟把米炉做好，
找个一次性的塑料杯或者干净的圆筒，外面糊上一圈红纸，里面装满家里吃的白米、压实，这叫各归各位，干干净净。第3步，过了中午，下午1点以后，把家里的桌子搬出来，摆在家门口或者大门外，桌子千万要朝着屋外或者朝着马路，位置摆正了，这迎客的架势就出来了。第4步，摆贡品，把上午拆好的东西一样一样在桌子上摆开，点上香。记住，每一样贡品上面各插一支香，而且香头要斜着朝外插，这叫递到客人手边。第5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管住心，管住嘴，站在桌子前，心里只放一件事，这是尽一份心，绝不许愿，绝不求财，绝不说明年见这种虚套话，心里默念或者嘴里轻声称呼好兄弟，十方众生即可。第6步，看准太阳下山的时间，在太阳落山之前，香烧得差不多了，立刻收桌子，收得干脆利落，收了桌子，这件事就算办结了。第7步，天黑以后，这一天晚上，不管你是老人家还是年轻人，早点回家，在路上走的时候，管住眼睛不围观，管住脚不乱踩，管住手不乱捡，最好就是安安稳稳的在家里待着。最后一步，到了第2天早上起来，拿着扫把，把自己家大门口昨天的香灰杂物清扫得干干净净，到这里这一天的待客之道才算真真正正的办完了。这个道理很简单，佛法讲得很清楚，所有的相遇都是因缘聚散，这5条规矩从头到尾其实合并起来就是一条，把人家当成过路的客人，把这一顿饭这份心意清清爽爽的办完在今天。这就好比什么？就好比你家里来了一位远客，好茶好饭招待完了，你把客人送到了大门口，客客气气的道一声珍重，然后你转过身跨进自家门槛，啪的一下回头把门带上，你回头把门带上，这绝不是冷酷，绝不是关谁在外面，这是因为这一趟姻缘到此为止，门外是路，客人在路上继续走他的道，门里是家，你在这个家里继续过你安稳的日子，这就叫主客分明，这就叫各自安好。好了，今天咱们讲了这么多，我晓得你们年纪大了，听着听着前面的可能就记混了，没关系，我再给你们啰嗦最后一遍，你们仔细听好。第一，关于你的名字，在外面办事千万别留名，别报姓名住址，那面普渡旗上绝不能写门牌号，遇到熟人喊自家人，一律只叫小名或者绰号，把声音收一收。第二，关于你这张嘴，绝不许愿，绝不求财，送客的时候打死也不能说明年见，不要走，称呼人家就客客气气的叫好兄弟。十方众生别在旁边嘻嘻哈哈，更别举着手机乱拍。第三，关于那张桌子，桌子必须摆在门外，朝着外头，绝不能进屋，绝不能上阳台。下午1点到5点半，最晚太阳下山前必须全收完，别放鞭炮，收桌子一定要干脆。第四，关于桌上的贡品，整箱整袋的东西必须先拆开，不拆开等于没请客，拆开后一样插一支香，斜着往外插，做一个简单的米炉，千万别图省事去用神桌上的香炉。第五，关于你走在路上，别踩人家烧的冥纸，别捡路边的红包和财物，别人家画的圈你要绕着走，天黑了早点回家，走亮堂的地方。这5条规矩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把人家当客人，把这一顿饭这份心意清清爽爽的办完。我告诉你们，这个道理很简单，咱们讲规矩，
讲风俗，到底是为了什么？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求个好风水，求个家宅平安，到处去算命看相。可是你们要晓得，这世上最好的风水从来不是你家大门朝哪开，而是你的这颗人心。咱们在8月27日这一天真正在办的，绝对不是一件用来吓唬人的事，不是说做错了就会有什么东西来找你，根本不是咱们办的，是一件周全的事，是一份对世间万物的悲悯和体恤。你就像那条最多人做错的整箱没拆就败，那些买的最多摆的最满最舍得花钱的人，往往正是心眼最好最想把事情办得体面的人。他们花了大价钱，就差撕开那道封口，心意就被硬生生挡在了外头，多可惜啊！这个话总得有人去替他们说破，总得有人去点醒他们。佛法讲得很清楚，法布施的功德是极大的。今天你们听懂了，心里透亮了，我希望你们能做个有心人，动动手指，把今天讲的这些转发给你身边那些同岁的老朋友，发给你的亲戚家人。你把这条转给别人，不是在凑热闹，你这是在帮他们把事办周全。你的一句提醒，可能就让他今年那一桌心意没有白摆，你的一次分享，可能就帮一家人避开了一场心理上的麻烦。这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就是你在为你自己和子孙积福，功德无量。如果你觉得今天讲的确实解开了你心里的疙瘩，让你不再害怕了，请你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也请大家现在就在底下的评论区安安静静地留下一句话，你可以打愿今年这一座办得周全，也可以写愿十方安好，各自平安。你们要晓得，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极大的能量的。咱们千万人的善念在这个小小的屏幕底下汇聚在一起，它形成的能量场威力不可思议。你今天怀着慈悲心写下的这一句善言，发出的这一份善念，最终一定会化作福报，清清静静地回向到你自己和你家人的身上。